今日特别到财委会是想就目前金管会对国外投资的一些做法，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议题，来和您做讨论在资讯传播日益发达的数位社会里头民众对于海外投资的兴趣日渐浓厚。根据建商公会的统计国人投资海外市场可以说是超高速加温。2023年的全市场复委托户数高达465万户，新增户数85万户较2022年新增了75万户，成长13%显示有不少新血加入整个市场的复委托交易量高达4.48兆兆元台币2年成长了21%，其中股市交易集中在美股，交易量年增15%，占比70%金管会显然也体察民意了了解到我们的国人对于多元投资商品的需求，因此在113年度的施政计划当中提到了开放合适的这个银行呢，针对高资产客群的理财需求，提供多元化金融的商品，扩大金融业务的范畴，开放证券、期货等多元商品的投资管道，来满足多元化商品的需求。短短一页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多元这两个字对此我要向金管会表达肯定，但是面对已经被国际主流市场接受的新选项，尤其又是台湾最熟悉的科技数位类别的选项，政府作为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保守逃避，而且没有创新跟你们所说的多元根本就不一样根据国内金融业者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国人对于虚拟资产越来越熟悉，接受度越来越高。若以1为最低，10为最高来看，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持有虚拟资产，民众显然对投资虚拟资产有一定程度的意愿，在1到10分里面已经超过5了而且买过的人还会越来越想买，越买越多今年1月10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宣布批准了比特币 ETF 现货交易1月10号一共有11档比特币 ETF 申请全部获得通过。这对于喜爱投资美股或虚拟资产的民众来说是一大乐事但是很遗憾国内券商在1月23号发出公告表示，收到金管会的通知，只能透过复委托卖出连结虚拟货币的现货以及期货相关的商品，不可以新增委托买进。受到影响的有美国以及香港市场约21档 ETF。我知道目前国内的法规不允许比特币 ETF 自己在台上市，但是禁止国内的民众用复委托官方推荐的方式来购买美国比特币 ETF， 在投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弹。想请主委简短说明，目前禁止民众复委托购买美国比特币 ETF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的复委托，我们允许券商能够提供投资人投资复委托的商品，都是政企局核定过的。所以，如果我们比特币 ETF 为什么不能买？因为它的波动率高，没有内涵价值。如果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一句话，不好意思，我打断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如果价格波动大且风险高，可以作为禁止理由。金管会是不是应该定期公布各种复委托美股、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投资风险，并且根据排名将风险高的逐一禁止呢？美商超微的股票在前3个月涨了200%，是不是也要禁止啊？委员，这分2点跟您报告。第一点，我想您是专家，虚拟资产没有内涵价值。第二点，我们没有说完全不行，我们请券商公会在半年之内，就是4月底之前提出，如果复委托要纳入现货 ETF， 它的配套措施跟盈利方案。比特币 ETF 吗？半年内吗？是。好，比特币没有内在价值，这个我想请教主委这是您的主观认定，还是做过调查报告？内涵价值是大家各国有没有做调查报告？各国监理机关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做调查报告的话，各国经理，所以他认为他同意所以他上了 ETF 美国的SEC 认定报委员打扰您，美国证管会不是自愿，它是法院裁决它的禁止是无效的。我想这个是不应该是做主观认定的如果有做调查报告，希望1个月内交到我们的办公室，可以吗？因为比特币的产生就跟实体经济没有关系，报告。这是您的个人看法还是调查？
这是从理我论跟们应该依文献中。据您的个人看法来决定民众要买什么不买什么吗？会后跟委员请教，好吧？谢谢。好，希望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报告哈。为什么啊？对不起啊，这个主委哈，我为什么这么这个情绪上哈，非常的投入这样的一个议题哈，是因为大家真的非常有兴趣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官方付委托购买的过程跟方法，反而会让许多想买比特币 ETF 的民众翻墙，透过海外的券商来购买，如此政府更加难以掌握民众对美国比特币 ETF 的投资情形。券商也少了手续费的收入，民众如果跟国外券商发生了投资纠纷，还要自行承担风险，甚至我要注意哦，可能会不慎掉入诈骗的陷阱，毫无保障。就对政府跟民众来说，可以说是三输，甚至是全输了哈。我想金管会直接的粗暴禁止，是不是有过度限制人民基本自由的嫌疑哈？退一步来讲哈，如果直接禁止哈，我想我们非常期待主委这边来提出相关的报告，同时也告诉我们到底解禁多久之后可能会开放。否则接下来假设虚拟货币 ETF 越来越多元啊，前2天又上了一档啊，以太币的现货 ETF 可能也要出现啦，金管会要如何因应呢？我想我最后一个问题啊，今天这个第一次质询，拜托也再借1分钟哈，主席谢谢。我想啊，假设民众真的很想购买啊，现在啊意愿如此高涨，主委会建议民众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购买呢？委员，我跟您报告，也许我讲的话您不会很高兴。包括美国、新加坡这些监理机关，其实对民众投入虚拟资产都是持比相对保留跟审慎的态度的。好，我想相关保留跟审慎的态度，我们希望透过调查报告来了解，而不是主委一个人的主观意见。这是其他监理机关，包括 MIS 跟美国的 OCC 的监理机关的首长都对外做这种宣示的。好，我想禁止付委托不是最好的做法啊，金管会应该保障民众投资国外虚拟货币 ETF 的权益，尤其是合规合法的虚拟货币 ETF 的权益。谢谢主席，好，谢谢主委，谢谢各位主委委员的质询。